下班路上被车撞飞，就到了冰天雪地的战场。再睁眼，看到雪堆里埋着个快冻僵的小战士，我心里一紧，脑中猛地响起叮的一声，天宫缝纫机已绑定，可以化雪成棉，裁冰成衣。真的假的？瞅着快没气儿的小战士，我咬咬牙，真的用雪花做出了一件棉袄给他穿上。小战士醒了，摸着身上凭空出现的棉衣，眼神瞬间警惕，挣扎着举起枪口对准我。你是谁？这是敌人的新花招。看着这个比我亲弟还小的小战士，我一点没生气，只剩下心疼，指了指地上那件破了好几个大洞的薄棉袄，尽量柔声开口：小同志，你别紧张，枪口拿稳了。你见过哪家敌人打仗还给咱们送新棉袄的？听到我一口华文，他明显松了一口气，放下了枪。对不住，同志，我叫李平安，刚才错怪您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他脸颊冻得通红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。没事，我叫梁红英。小同志，我想加入你们，尽一份力，给大家做做衣服。红英姐，这不行。我们部队1两棉花都找不到，就算会做也没办法啊。何况这地方太危险了。你是哪人？我送你下山。谁说一定要用棉花？做衣服不用棉花还能用啥？我打开背包，在他迷惑的目光中，我从背包里取出缝纫机，抓了一把雪塞在案板上，那蓬雪化作一缕缕白色纤维，在案板上迅速交织。片刻之后，一件小号棉袄就出现在缝纫机下。这是红英姐，你是神仙吗？这是神仙手段啊！他伸手颤抖地摸了摸那棉袄，温的软的，这个半大小子眼眶瞬间就红了。太好了，红英姐，我带您去找指导员，弟兄们有救了，他们再也不会被冻死了。他带着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飞奔，追上了不远处正在休整的大部队。指导员，古指导员，我给咱找来一位高人，看，这是红英姐给俺用雪做的。古指导员抬起头，上下打量着我。李平安，你小子先前跑哪去了？现在又胡说什么用雪做棉袄？这怎么可能？根本不符合物质规律。他眉头紧皱，盯着我的目光犀利。你到底是谁？有什么目的？报告指导员，我叫梁红英，来自未来，是您的后辈。这是未来的科技吧？小同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任何一个来历不明的人都可能要了我们所有人的命。气氛降至冰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卫生员匆匆跑来，满头大汗。指导员，又有7个战士冻伤严重，高烧不退，咱们的御寒衣物根本不够，再这么下去，不等敌人打过来，咱们的非战斗减员就要超过1半了。指导员，给我1个晚上，我能给1个班的战士做出全新的棉服。如果天亮前我做不到，你把我当奸细处理，我绝无怨言。指导员，你就让红英姐试试吧，再冻下去，弟兄们真的撑不住了啊！古指导员沉默了，他看着我良久，又看了看远处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战士，然后他点了点头。好，就1晚上，12个人，1个班的编制。天亮前我要看到东西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古指导员喝着白气走出简易的休息棚，抬起眼的瞬间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眼前整整15个战士，全都换上了崭新厚实的棉袄，正精神抖擞的活着动手脚。指导员，你醒了？这是从哪儿找来的神仙裁缝？这手艺绝了！你看这棉袄，比咱们之前的厚实多了。还有这鞋，我穿上跑了1圈，脚上的冻疮都不那么疼了，暖和又结实。是啊，指导员，我们昨晚后半夜就换上了，睡得那叫一个踏实。听着战士们七嘴八舌的夸赞，古指导员呆呆地看着我，他没想到我不仅完成了任务，还超额多做了3人的衣服，15双鞋。指导员走过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这个铁打的汉子眼眶里竟含着泪光。好同志，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他声音哽咽，要是早点有你，早有这些，王金喜他们就不会。一声叹息，感觉到手掌的颤抖，我连忙劝慰道：指导员，您别难过，以后只要我还在，就保证战士们能有衣服穿。他重重的点头，正式让我加入了后勤部队。队伍继续行军，可走到一半，新的难题又来了。古指导员摊开地图，眉头紧锁。他接到的命令是在前方一处隘口埋伏敌人的运输队，可战士们身上的军服满是泥土和血渍，在这片白茫茫的雪地里，简直就是明晃晃的靶子。这怎么隐蔽？趴在雪地里，几十米外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他脸色凝重。就在这时，我脑中再次响起机械音，叮！检测到宿主成功为15名战士更换御寒衣物，大幅提升部队士气与生存率，累积感谢值1500点，解锁新技能伪装。立刻打开系统面板，看清伪装技能的说明后，我眼前一亮。指导员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古指导员抬起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惊讶。距离作战还有多久？急行军过去，休整一下，大概还有4个小时。够了，请指导员派几个人帮我运血。李平安正在旁边擦拭他的步枪，听到这话，忍不住打趣道：红英姐，你这回又想做啥好东西？我笑而不语。4小时后，白狼口，一队敌军的卡车慢悠悠地驶入雪谷，车上的敌人叼着雪茄，用英文嚣张地笑着。独立日之前，我们就能把这条江变成新的38线，坐在江边钓鱼喝可乐。没错，到时候我们就把那些黄皮猴子全部赶回乡下种他们的水稻。车上的士兵们跟着发出一阵哄笑。就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，雪谷两侧古指导员冷静的声音响起：上。话音刚落，原本平静的雪地突然活了过来，一个个战士从雪地里窜了出来，手中的枪喷出愤怒的火舌，瞬间覆盖了整个敌军运输队。敌人瞬间被打得措手不及，鬼哭狼嚎。迪西，该死，他们从哪冒出来的？
为什么一点没发现？侦察兵脑子被甜甜圈塞满了，因为他们穿着白色迷彩服啊，长官，连我们都没有。华国人到底是从哪搞到的？李平安一马当先，一枪撂倒一个敌人，嘴里冷哼着骂道：“去你的独立日，给老子去阎王殿喝洗脚水去吧！”枪声很快平息，雪地重归宁静，只是多了一些殷红。李平安兴奋地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，手里拿着2个缴获的肉罐头，塞了一个到我手里。红英姐，给你，这回又多亏了你。古指导员走过来，笑骂道：“你个臭小子，倒会自己分起战利品了，下不为例啊！”这小子嘿嘿一笑：“指导员红英姐是头号功臣，分点好东西不是应该的吗？”指导员没再理他，转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由衷的感叹：“红英同志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这身迷彩服，隐蔽性太强了。要不是你，今天这一仗，我们不知道要牺牲多少好兄弟。”看着他被硝烟熏黑的脸，我心头一震，忍不住问：“指导员每天都这样枪林弹雨的，你不怕吗？”提到这个，古指导员沉默了一下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怕？怎么不怕？子弹不长眼，我怕还没多杀几个敌人，还没看到和平，就稀里糊涂的死了。怕来不及回家看看我那婆娘和刚会走路的娃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就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。可下一秒，他的眼神又变得坚定无比，像淬了火的钢。但就算是怕，这枪杆子也得握紧了。要是我们都怕了，那谁来保家卫国？难道要让我们的娃娃又死在敌人的枪底下吗？我们好不容易才迎来了新华国，绝不能再让它四分五裂，血流成河。指导员，心头巨震，我喃喃地叫了一声，眼眶控制不住的红了。古指导员却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牙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哭什么？未来有你这样的好娃娃，那我们现在流的血就没有白费。”战斗结束后，战士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理战场，有的搜集敌军遗留的弹药和粮食，有的抬着受伤的战友到临时救护点，还有的在雪地里挖掘浅坑，安葬牺牲的弟兄。李平安抱着步枪，蹲在一个牺牲战士的遗体旁，轻轻擦拭着对方脸上的血污和积雪，眼眶通红。李平安有些哽咽：“老赵，你说过打完这仗就回家娶媳妇的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”我走到他身边，默默坐下，从背包里取出缝纫机，抓了一把干净的雪，快速编织出一块厚实的白色方巾，盖在牺牲战士的脸上。平安，他是英雄，会被记住的。我们好好安葬他，不让他在雪地里受冻。李平安抬头看我，泪水滚落。红英姐，要是能早一点有你做的衣服，早一点有那些防护的东西，老赵是不是就不会？我知道他心里难受，可是很多事情不是人力可以改变。我压下眼中的泪意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我知道你难受，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护好活着的人，替他们完成未尽的心愿。放心，我会给每一位同志都做好防护，绝不会再让更多人牺牲。古指导员走了过来，站在我们身后，沉默地敬了一个军礼。随后，他转身对周围的战士们朗声道：“同志们，牺牲的战友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们用命护着家国，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流血，都打起精神来，整理好装备，照顾好伤员，我们还要继续前进。”战士们齐声应和，声音虽带着疲惫，却充满了坚定。我看着眼前的场景，脑中再次响起系统提示音：丁，检测到宿主践行使命，凝聚部队意志，获得感谢值800点，当前总感谢值4800点。我心中一动，打开系统面板，强韧功能的图标在面板上闪烁，下方的注释依旧模糊，只显示需要升级缝纫机才能解锁具体用途。升级所需的4000点感谢值，此刻看来也不再那么难以接受。我收起面板，站起身，对古指导员说道：“指导员，整理好队伍后，我们尽快出发吧。我想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再给大家赶制一些防护衣物。”古指导员点了点头：“好，红英同志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伤员由卫生员和2个战士护送。我们其余人殿后，前面不远处有个废弃的猎户木屋，我们可以先去那里休整，你也能有个安稳的地方做事。”队伍很快整理完毕，战士们抬着伤员，扛着战利品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朝着猎户木屋的方向前进。李平安扛起牺牲战友的步枪，走在队伍的前列，脚步虽沉，却异常坚定。我跟在队伍中间，看着身边这些可爱的战士，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用自己的能力守护好他们，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坚守。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，哪有我们后世的和平安宁？他握住我肩膀的手却更加用力，好像握住了未来。我忍不住低下头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。就在这时，脑中又响起了系统的机械音：丁，因减少伤亡，获得感谢值5000点，解锁新功能强韧。强韧？什么强韧？有什么用？还没想明白，指导员已经开始招呼大家收拾战利品，准备继续行军。我只好压下心头的疑惑，跟着队伍一起走。翻过雪山，穿过洼地，队伍终于在夜色降临前找到了一个被封的山坳，安营扎寨。我一个人坐在火堆旁，看着系统面板上那个强韧图标，陷入了沉思。解锁之后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升级缝纫机需4000感谢值，升级后才可制作，请升级。这强韧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东西还没做出来，就要花掉我大半感谢值，凭什么这么贵？柯伟人说过，实践出真知。
咬了咬牙，心一横，点了升级，感谢值几乎清空，忙活了半天，结果就出来一件灰色背心。这时候，古指导员走了过来。红英同志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，能不能麻烦你给咱们战士都做上一身那种保暖的白色迷彩服？可以，指导员，我正打算慢慢做呢。指导员松了一口气，目光落在我手上那件背心上。这是什么？给小娃娃穿的？我也没搞明白，要不指导员你帮我试试？行啊。他脱下外衣，把小背心穿在里面。刚穿上，他猛地打了个哆嗦，赶紧把棉衣又套了回去。这玩意儿怎么凉飕飕的，还没我之前穿的衣服保暖呢？我干笑两声，心想这4000感谢值怕是打了水漂。就在这时，山坳外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响，紧接着李平安凄厉的大喊声划破了夜空：有敌袭！全体都有，起来，准备战斗，集合反攻！战士们一瞬间全部惊醒，本能的抱起枪杆，就地寻找掩体。一片混乱中，一颗子弹带着尖笑声，几乎是擦着我的耳边飞了过去。死亡第一次离我这么近，脑中一片空白。红英，趴下！古指导员一声大吼，猛地朝我扑了过来，想把我拽倒在地。可黑暗中，他的手还没抓到我，一颗子弹就带着沉闷的扑声，狠狠地射进了他的后心。指导员高大的身躯在我面前轰然倒地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指导员！我和李平安的尖叫声同时响起。几个战士看到这一幕，眼睛瞬间就红了，怒吼着：王八犊子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然后将满腔的怒火化作子弹，朝着枪响的方向猛烈扫射。我跪在地上，疯狂地推着指导员的肩膀，带着哭腔喊：指导员，你醒醒，你别死啊！大家还等你指挥打仗呢。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身下的尸体突然动了一下。古指导员抬起手，揉了揉被子弹击中的背部，龇牙咧嘴地抽着冷气。哪个红蛋的还挺准。在我和李平安见鬼般的目光中，古指导员晃晃悠悠地坐了起来，含含糊糊带着痛意骂了一句。我愣在原地。指导员，你没死？老子命硬着呢。古指导员把手伸到背后，摸索着掏出了一颗已经挤压变形的弹头。古指导员看着手里黄澄澄的子弹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里满是震惊。红英，你这衣服是防弹的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强韧是这个意思。能救下指挥作战的大脑，这4000感谢值花的真值。顾不上惊喜，古指导员捡起地上的枪，发出一声怒吼：快，组织反击！2排从左一包，3排正面压制，机枪手把他们的火力点敲掉，给老子打！把这帮外国佬全留在这儿！看到指导员死而复生，战士们的士气瞬间被点燃到了顶点。不行啊，指导员，他们火力太猛了，咱们压不过去。那我来，你们记得给我和弟兄们报仇。一个红着眼的战士抱着炸药，朝敌人最猛烈的机枪阵地冲了过去。张家明，李平安嘶吼一声，眼睁睁看着那团火光在敌阵中炸开，给大家炸出一条生路。不断有人受伤倒下，但我们的战士一个都没有后退。枪声和爆炸声在山谷里回荡，直到黎明时分才渐渐停息。敌人溃败了，活着的丢下武器，在雪地里高举双手。山谷里一片狼藉，大家默默地收拾着战场，将牺牲战友的遗体并排放在一起。战士们疲惫地围坐在火堆旁，默默地擦拭着武器，气氛沉重。古指导员走到我面前，什么也没说，对着我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我连忙站起来，有些手足无措。红英同志，今天谢谢你救了我的命，还减少了更多人的牺牲。所有幸存的战士也都抬起目光，默默地看着我。李平安咧开嘴，想笑一下，缓和气氛。红英姐就是我们的福星，有她在，咱们肯定能打胜仗。等打跑了美国佬，他说着说着，看着火堆旁几个空出来的位子，声音就低了下去。要是张家明他们也能穿上这衣服。一句话让所有人都红了眼眶，悲伤再次笼罩整个营地。古指导员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，然后转向我。红英同志，给我们讲讲吧，讲讲你们那个时代，让我们也听听，咱们用命换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未来。所有人都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清了清嗓子。前辈们，你们放心，那是个国泰民安的时代。虽然国际上还是暗潮涌动，但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到我们家门口了。谁想动我们，都得先掂量掂量后果，忌惮3分。那我们有自己的蘑菇弹了吗？我们有那种能飞很高很高的飞机吗？们都能吃饱饭吗？再也不用饿肚子了吗？我心里一酸，用力点头。咱们不仅能吃饱，还顿顿都有肉吃。咬咬牙，我掏出手机，点开了阅兵仪式的截图。你们看，这是我们的特殊快递，能打击全球，飞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。这是我们的万吨大驱，能像座山一样在海上护着我们的渔船，让咱们渔民不被外人欺负。我们有了能冲出天际的火箭，还有了传说中的激光武器。我们的导弹能像卫星一样飞进太空，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2遍了。战士们一个个都围了过来，脑袋挤着脑袋，死死地盯着那块小小的屏幕。
看着那些他们充满力量与威严的钢铁洪流，整个营地一片寂静。真好啊！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出了低低的啜泣声，很快叹息声就连成了一片。王金喜、张家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咱们的新华国在不远的将来能这么厉害。求求老天爷，让死去的弟兄们投胎到那样强盛的未来吧。就在这时，开押俘虏的方向突然传来一阵吵嚷。怎么回事？过去看看。我心里一紧，也跟了上去。只见几个金发碧眼的俘虏举着一张投降书，对着警卫员用英语大声嚷嚷：“站住！再靠近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警卫员一脸为难：“报告指导员，他们好像想投降出去，但队伍里没个翻译，叽里呱啦的，咱也听不懂啊。”丁，是否消耗500感谢值兑换临时翻译？换。我毫不犹豫，嘈杂的英语瞬间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清晰。一个领头的军官正举着投降书，看似在交涉，嘴里说的却是：“赶紧把我们放了！这群黄皮猴子连话都听不懂，只配当华工给我们挖矿。别跟他们废话了，他们很快就自身难保了，硬气不了几天的。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些黄皮猴子全部赶回乡下，滚回去种他们的水稻。闭上你们的臭嘴！”我用英语吼了回去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约翰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换上更加轻蔑的嘲讽：“哦，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懂文明语言的，怎么，你想替你的同胞出头吗？”放尊重一点，我警告你们，华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的话让他一愣，随即爆发出更强烈的嘲讽：“连饭都吃不饱的泥腿子，还想让我尊重？拿着几把破枪就觉得自己行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完了，你们很快就会像老鼠一样，一个一个烂死在这里。”竟然这么侮辱我们，侮辱战士们为此流过的鲜血！你他妈说什么？我忍无可忍，一拳就砸在了他的脸上。啊！他打人，华国人虐待俘虏，我要上法庭告你们！约翰立刻用蹩脚的中文大叫起来，众人连忙上来拉开我们。混乱中，约翰捂着脸，对着我露出了一个阴冷的笑容。几只黑乎乎的老鼠飞快地从我们脚边穿了过去。我猛地一愣，冰天雪地，零下几十度的严寒，怎么会有老鼠？还成群结队，这么活跃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忽然在我脑海中炸开。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，我浑身一颤，紧紧抓住古指导员的手，声音都在发抖。指导员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1月28，怎么了？古指导员有些奇怪地看着我。阿贴，奇了怪了，怎么突然感觉更冷了？糟了，我心里猛地一沉。老鼠疟疾是瘟疫战，预感很快就成了现实。没过多久，营地里开始有战士接二连三的病倒，高烧、寒战、淋巴肿大，卫生员的帐篷里很快就挤满了痛苦呻吟的病人。确诊了，是鼠疫。我不眠不休地坐在缝纫机前，加班加点地制作简易的口罩和防护服，但收效甚微。红英姐，口罩又不够用了。红英同志，防护服再来10套。卫生员们焦急的呼喊声不绝于耳，缝纫机踩得几乎要冒烟。警告：系统超负荷运转，必须强制休息。我双眼通红，对系统的警告充耳不闻，只在心里疯狂地呐喊：系统有没有办法救他们？只要能救他们，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。有一个办法，但需要消耗宿主全部的感谢值，并启动最终协议。机械鹰第一次带上了一丝犹豫。我答应。是什么办法？快说。本系统的终极形态是编织因果，可以搭建一条临时的时空通道，让宿主返回现代，并带5个人回来。但通道关闭后，宿主将彻底回归自己的时代，成为一个寂寂无名的普通人。这里的所有人都将忘记你的存在，你的一切痕迹都将被抹去。你愿意吗？忘记算什么？我愿意。系统送我去防疫专家在的地方。没有丝毫迟疑。下一秒，白光将我吞噬。再睁眼，我已经站在了一个现代化的研究所大门口。我冲向大门，却被2个高大的保安拦了下来。干什么？这里是禁区，无关人等，赶紧撤离。同志，能不能让我见见你们的防疫专家？见专家有预约吗？保安满脸怀疑地打量着我。没有，但您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进去吧？我那出了瘟疫，人命关天，10万火急。国内的瘟疫早就解决了，赶紧走，不然我们不客气了。就在他们准备用防爆钢叉把我插走时候，一个戴着眼镜、气质儒雅的老者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走了出来。小王，门口吵什么呢？保安立刻立正。报告院士，这个人来路不明，非要见您，我担心他是间谍，想危害您的安全。我不是，我急忙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，我是华国人。院士，求求您跟我去救人。去哪里救人？70年前，一场正在爆发的瘟疫战。保安听了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还70年前，怕不是个疯子吧？你居心不良，接近院士，到底想干什么？眼看着保安步步逼近，情急之下，我在口袋里摸到了一个冰冷的方盒子，急忙把它高高举起。我没撒谎，我真的是从那儿来的。你们看这个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李平安给我的那个肉罐头上。拿个破罐头演戏呢，自己打个生产日期就想蒙人。保安嘲讽着，陈院士的目光却凝固了。等一下。
他走上前，从我手里拿下那个罐头，仔细地端详着。片刻后，院士的脸色无比凝重。这种材质和工艺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敌人用的，现在全世界都淘汰几十年了，而且它很新，金属没有丝毫衰变的迹象。小同志，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用最快的语速解释了系统穿越、战士们正在等着救命的事情。听完后，所有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最终，陈院士推了推眼镜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去！”他立刻上报上级，紧急组织了国家最顶尖的救援团队，带上充足的仪器和特效药，跟着我义无反顾地踏入了时空通道。白光再次亮起，我们回到了那个冰天雪地的山坳。战士们和专家们众志成城，挖隔离沟、消毒、照顾病患。我则在缝纫机前不眠不休地生产着防护服和口罩。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，伤亡人数被降到了最低。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，系统的警告声在我脑海中响起：能量即将耗尽，宿主必须在半小时内返回现代，否则将被时空乱流绞杀。我把系统的通知告诉了专家们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是时候告别了。临行前，陈院士将一份厚厚的资料交给了古指导员。接下来的路就靠你们啦。古指导员看着最上面的检测报告，红了眼眶。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吸了一口气，指导员带着刚刚康复李平安和其他战士们向我们敬了一个礼。感谢来自未来的同志们，我们绝不会辜负你们。我们所有人也庄重的回礼。最后，古指导员走到我面前，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红英同志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。李平安也红了眼眶，一副要哭的样子。红英姐，你救了我2次，我还没报你的救命之恩，你怎么就要走了？这次你回去，是不是就再也回不来了？红英姐，我知道你有神仙手段，你会让我忘记你吗？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？未来的事情我也说不准，我不想让他被一份虚无缥缈的期待吊着，用力捏了捏李平安的肩膀。好好活着。警告，通道即将关闭，倒计时10秒，9，快走！我推着专家们跨入了那道白色的光门，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土地，留在脑海的是李平安哭得稀里哗啦的脸。再次醒来是在一间洁白的病房里，弟弟在窗边削着苹果，见我醒来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姐，你可算醒了！你知不知道被车撞了昏迷3天，可吓死咱爸妈了？”我没事。刚开口安慰他，病房里的电视上就播放了一则新闻：为纪念战争胜利，省博物馆将于下月开放瘟疫战特别纪念馆。出院后，我鬼使神差地去了那家博物馆，在展厅的一个角落，我瞥到了一张泛黄的旧照片，凑近一看，我心脏猛地一跳。照片上是年轻的古指导员李平安和所有我熟悉的战士们，他们簇拥着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少女，笑得开怀。那个少女的脸被一片光晕笼罩，看不清五官。旁边的注释写着：战争期间，一位身份不详的爱国华侨为我军捐赠了大量物资，可惜因当时技术所限，未能留下清晰影像，人像已无法辨认。我看着那张照片笑了。就在这时，一群记者簇拥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战士走了过来。李老，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故事吗？白发苍苍的老战士一边走一边指着展品介绍：这个水壶是俺战友张家明的遗物，他为了让大家突出重围，用命炸掉了敌人的机枪。这个哨子是指导员用打在他身上的弹壳做的，纪念自己大难不死。说着说着，他目光扫过人群，落在了站在照片前的我身上。他愣愣地看着我，眼中流露出一丝困惑。这位小同志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我看着他苍老却依旧清澈的眼睛，笑了。老前辈，我这人长得比较面善，您认错了。说完，我在他怔愣的目光中再次对他笑了笑，然后转身汇入了涌动的人潮。再见了，李平安。再见了，古指导员。再见了，所有最可爱的英雄们。这个国泰民安的时代，如你们所愿。